惊人的票房数字背后，一部动画片正在颠覆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。截至2月13日，哪吒2以100亿人民币的恐怖票房，成为中国影史上的票房之王。表面上看，这似乎是中国电影工业的一次伟大胜利，但细究其中，却令人不寒而栗。这部影片不仅扭曲了中国传统文化，更成为了一代年轻人的精神鸦片。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惊人的数字背后藏着什么。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，哪吒2不仅创下首部观影人次突破2亿的纪录，更是首部在单一市场票房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非好莱坞电影。如此疯狂的数据背后，却是全国140多家公司的举国炒作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透露，这哪里是什么市场行为，分明就是一场有组织、有预谋的全民洗脑运动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多个城市和企业开始强制性推广观影。根据最新曝光的内部消息，江苏昆山某公司下发了一份元宵节观影福利的文件，要求全体员工必须在2月12日至16日期间观看哪吒2，并保留电影票根以供报销。这种行政命令式的观影推广在全国各地并非个例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全国至少有27个城市的政府机关和国企出台了类似政策，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强制观影运动。一位体制内人士透露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很多单位都把看电影变成了一项政治任务，不看就等于不支持民族电影产业。有的地方甚至把观影人次纳入了考核指标。这种近乎荒诞的行政干预，让人不禁怀疑，如此惊人的票房数据，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市场需求？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。一位自称在牛津大学留学的女网友声称，她8天内看了31场哪吒2，引发轩然大波。这种疯狂刷票房的行为背后，究竟是真实的观影热情，还是另有隐情？有分析师指出，这种行为很可能是一种有组织的票房造假。但更让人担忧的是影片本身。哪吒2完全颠覆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哪吒的形象。原著中天真可爱的神童被改编成叛逆暴力的魔童，传统文化中敬天信神的价值观被彻底抛弃，取而代之的是充满战狼味道的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口号。一位资深文化评论家指出，这哪里是什么文化创新，分明是对传统文化的暴力摧残。深入影片细节，处处可见反美反西方的意味。片中的玉虚宫酷似五角大楼，天元顶上的标志暗指美元，而剧中哪吒3次重复好白的台词，更被指暗讽白宫。这种充满政治意味的隐喻在全片贯穿始终，让人不禁怀疑，这部号称复兴传统文化的动画片，其实不过是一部披着文化外衣的政治宣传片。让数据说话。根据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，仅2024年春节档期间，全国影院观影人次就突破2.5亿，总票房达到80亿元。其中，哪吒2一部影片就占据了超过70%的市场份额。这种畸形的市场格局背后，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惊人真相？震惊内幕曝光，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电影狂欢背后，竟藏着一个精心设计的数字圈套。根据一份流出的电影数据分析报告显示，哪吒2的真实观影人次可能被夸大了30%至40%。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透露，很多影院采用了所谓的补票操作，简单来说，就是一个座位重复售票。这种行为在业内早已是公开的秘密。更令人愤怒的是影院的加价行为。据美团电影平台数据，春节期间哪吒2的平均票价达到80元，比平日翻了近1倍。大量消费者在社交平台投诉，除了高昂的票价外，很多影院还变相强制搭售爆米花、饮料等零食，将观影成本抬高至100至150元。
在某大学论坛，一位学生无奈地表示，一个月生活费1500元，看一场电影就要花掉1/10，这不是在抢钱是什么？这种疯狂的涨价背后，折射出的是中国电影市场畸形的利益链条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春节档期间，部分影院甚至出现了默许黄牛的现象，导致一些热门场次的票价被炒到200元以上。这种赤裸裸的牟利行为，让这部号称传递正能量的电影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铜锈味。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。据某社交媒体大数据分析显示，哪吒2的观众群体中有超过85%是95后、00后年轻人。这个数字背后折射出的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：年轻一代正在被一种扭曲的文化价值观所裹挟。更可怕的是，他们还对此毫无知觉，反而为之欢呼雀跃。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显示，在观影后发表社交媒体评论的年轻人中，有67%的人表示深深被影片中战天斗地的精神所感动，52%的人认为这才是中国电影该有的样子。但当被问及具体感动点时，竟有高达83%的人说不出任何有深度的内容，只能复述“我命由我不由天”这样的口号。某心理学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，这种现象实际上是一种群体性精神麻痹的表现。报告称，通过对1万名16至25岁年轻观众的深度访谈发现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，而是完全被预设好的情绪和价值观所支配。这种状况非常危险。更令人担忧的是商业资本的推波助澜。据统计，哪吒2在社交媒体投放的广告费用高达15亿元，约占其总制作成本的1/4。一位资深广告人透露，他们在抖音、快手等平台投放了超过10万个定制视频，通过算法推送，几乎让每个年轻人都无法逃脱这种营销轰炸。这种营销策略的效果显而易见。据某短视频平台数据显示，与哪吒2相关的视频播放量累计超过200亿次，平均每个中国年轻人被动接受相关内容达142次。一位传播学专家警告说，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电影宣传了，而是一种赤裸裸的文化霸凌。它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年轻一代的价值观。让我们撕开这场狂欢的假面，直视现实的残酷。一位社会学专家指出，这部电影的真正讽刺在于，90%的观众把自己带入了主角哪吒，却不知道他们其实才是片中那些被瞬间化为灰烬的陈塘关百姓。这个残酷的现实，通过冰冷的数据得到了印证。根据国家统计局2023年的数据，中国年轻人的平均月收入仅为5960元，而在一线城市，租房支出就要占到收入的40%至50%，剩下的钱却被各种娱乐消费占据。某研究机构的报告显示，95后、00后群体平均每月在娱乐方面的支出达到1500元，占可支配收入的35%以上。而这其中，电影、动漫等内容消费占据了最大比重。更令人心酸的是，在对5000名18至25岁年轻人的调查中，发现高达78%的人认为自己将来一定能成功，但当被问及具体的奋斗目标和实现路径时，却有85%的人说不出任何可行的计划。一位心理咨询师指出，他们把电影中那种虚幻的战天斗地精神当作了人生信条，却忽视了现实中的残酷竞争。在北上广深等多个城市的年轻人聚集区，一个触目惊心的现实正在上演。在北京某共享办公空间，25岁的打工人小张说出了让人心酸的话：我每天加班到凌晨，工资才7000，房租就要3500。但看完哪吒2，我觉得只要像哪吒一样勇敢，一定能改变命运。这种天真的想法背后，
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残酷现实。根据某社会调查机构的最新数据，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年轻人中，有 67% 的人入不敷出， 43% 的人已经背负信用卡债务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些数字还在持续恶化。某银行信用卡中心的数据显示，95后、00后群体的信用卡逾期率同比上升了 35%， 平均每人背负的债务达到 4.2 万元。在魔都上海，某网络公司的程序员老王自嘲道：“看完哪吒2，我也想像哪吒一样逆天改命。但现实是，我每个月光房贷就要还 1.2 万，工资却连年不涨。这哪里是改命，简直是透支命！”这样的无奈之声，在各大城市的年轻人中不绝于耳。一组更触目惊心的数据显示，2023年，中国应届大学生的平均起薪已跌至4500元，较2021年下降了 15%。然而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年轻人在精神消费上的支出不降反升。某支付平台的数据显示，在哪吒2上映期间，90后、00后群体的单日娱乐消费创下历史新高，平均每人花费达到187元。一位文化评论家一针见血地指出，这部电影最大的讽刺在于，它让数亿年轻人沉浸在一个虚幻的梦境中，而现实中他们连最基本的生存问题都难以解决。比如片中的土拨鼠，才是当下年轻人真实的写照，为了一口饭，天天拼命干活，却永远看不到希望。更令人深思的是教育的失败。据教育部统计，2023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达1158万人，创历史新高。但另一份调查显示，在毕业半年后，仍有 35% 的人处于待业状态。一位教育专家悲观地表示，我们培养出了一代只会做梦的年轻人，他们沉迷于电影中那种轰轰烈烈的英雄主义，却不懂得如何在现实中生存。这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悲哀，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哀。当数亿年轻人在黑暗的电影院里欢呼着我命由我不由天时，却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加严酷的现实考验。